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拿岩，欢迎来到科技美学。期待已久的 iPhone 14系列的真机，今天终于可以体验了，咱们到现场一起看一看。来到现场，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万众期待的暗紫色，它到底颜值如何？来看之前啊，我是有点担心，因为暗紫色就像当年的猛男粉的感觉，好像不是谁都能驾驭得了。但是来到现场看到真机，相信大家也和我一样可以打消顾虑。这次的暗紫色，它的饱和度啊并不算太高。感觉呢是紫色当中加入了不少的中性灰做调整，使得整个颜色呢有这么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啊，不知道这个形容词对不对？而且呢，你可以看到在现场的灯光下，甚至呢还有一点点变色的效果。这种感觉啊，甚至感觉连海报啊、广告里面都无法展示得出来，你只能通过咱们真机现场的画面才能够感觉到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还挺漂亮的，建议大家后续到线下店看一看实机。这一次的暗紫色啊，和苹果之前的远峰蓝以及苍岭绿都是完完全全不同的风格。下面再瞧一下这次的金色，感觉是一年比一年淡的金色啊，和早前的那种黄金色已经完全不是一个色系了。如今的金色呢很淡，再配合同色系的高亮不锈钢边框，整体的质感还是很出众的，甚至有那么一点点金色饰品的感觉。今年的银色版本呢，也是有可能会成为黑马的配色，因为这个白色磨砂背板啊，再加上银色的高亮不锈钢边框，这个组合在一起，透露出一种怎么形容，有点点高贵的感觉。至于深空灰色就不再赘述了，永远的经典和安全的颜色。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配色，或者担心新的配色会喜新厌旧啊，那深空灰色是可以陪伴你年头最多的了。看完了外观的第一印象，再来看细节。首先呢，就是镜头部分的凸起啊，不得不说，确实相比较于往年的机型，凸起会更多，占用面积也更大。如果你很在意这个部分啊，建议选一个稍微厚一点的保护壳来保护镜头圈的部分。再接着呢，就是重量了。实话说，iPhone 14 Pro Max 拿在手里的这个重量啊，还是觉得明显偏重。虽然还没有去测量，但感觉比去年的 iPhone 13 Pro Max 感觉更重一点。特别是很多小姐姐如果要带上手机壳之后啊，好吧，反正如果是我自己，肯定是会选择 iPhone 14 Pro 的。那不知道你正在使用的手机重量是多少呢？现场来看，整机的质感依旧啊，不锈钢的高亮边框呢，也确实是很漂亮啊，当然也是沾人指纹了。来吧，同学们，从左到右1、2、3、4这4种配色，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下面来看一下显示效果啊。我们拍摄的地点其实离窗口是比较近的啊，室内环境也很亮，但是呢 ，iPhone 14 Pro 系列的屏幕依旧显示十分的清晰，没有任何的影响。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？是很透亮的感觉，也是我们过去使用那么多手机当中最为润眼的那一种。这种润眼它并不是所谓的分辨率高带来的，而是那种显示效果带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是在较强的环境光线下，看起来呢依旧十分的舒适。下面终于到了我个人最为期待的灵动岛体验环节。首先，灵动岛所占用的区域在画面当中你可以一目了然，看得很清楚啊，一小一大两个机型所占用的尺寸面积这边一目了然。从刘海演变过来的话，不知道你能否适应呢？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啊，喜欢刘海的同学打个1，喜欢灵动岛的同学打一杠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功能的演示。首先我们打开音乐，在选定音乐后台播放的时候，你可以看灵动岛的区域是可以显示音乐的相关信息，比如说专辑的封面啦，还有歌曲相对应的颜色。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操作过程当中，灵动岛的右侧音量波形图的颜色会随着我们选择不同的歌曲改变，有的歌曲会显示白色的，有的歌曲封面呢会显示黄色的，以及其他的配色。这个部分的感觉啊还是挺好的啊，很直观。而当我们展开灵动岛区域之后，它就成为了一个全新的好像独立的播放器的感觉。那么上面有很多的功能，你可以实现切换歌曲啊，切换封面啊，点击查看信息、分享等等。另外呢，点击长按滑动，灵动岛还会有不同的手势、不同的功能。这一次在现场啊，我们还看到了发布会上面没有展示的更多的功能。咱们来看一下，比如说顶部开启更多区域的功能。刚才我们已经开启了音乐，那现在我们再来开启一个倒计时，也就是2个软件同时来到灵动岛，它的效果就是下面这个样子。你可以看到一边是开启音乐，而在另外一边呢，开启的是倒计时。这2个功能都会在顶部灵动岛区域同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，你可以非常轻松的来回切换程序。总结一句话呢，就是灵动岛从一个灵动岛变成了灵动群岛。
如果概括功能的话，就好像顶部的灵动岛变成了一个常驻的功能栏，你可以快速的去调用一部分功能或者切换不同软件之间的功能。在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极端的顺滑。你可以清楚的看到，我们整个操作下来极其流畅，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，而且呢，软件弹入、弹出、放大、缩小都极其的流畅，甚至有那么一种水滴之间来回融合的感觉。当然了，目前我们体验的还都是系统的软件，第三方软件的适配情况还要等到过2天我们拿到真机再和大家做详细的体验。那如果是你想在灵动岛里边显示点什么功能呢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接下来是这一次另外一个重大的升级点，那就是拍照部分。从2007年到如今15年的时间我们终于迎来了4800万像素的 iPhone 拍照。首先来看功能的升级，在拍照部分呢，我们点开拍照界面取景框，在上方灵动岛的中间区域就会显示一个指示灯，提示我们正在调用摄像头。这样的话呢，不只是我们自己拍摄了，以后如果有第三方的程序偷偷调用你的摄像头拍摄你的隐私，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通过灵动岛来获知。下面就是实拍的环节，咱们不废话直接上来挑战最困难的，在4800万像素的模式下，直接挑战拍摄 RAW 格式的照片。高像素 RAW 格式照片是非常占用系统资源的，我们很期待它的表现吧。首先呢，你可以看到现场拍摄的速度是很快的，几乎没什么延迟，和我们平时拍摄普通的1200万像素照片差不多。在拍摄之后呢，我们进行现场的裁剪也很顺畅调整呢都是瞬间完成的，并没有因为像素的大幅度提高而感觉受影响。那下面我们就对比一下一张1200万像素，一张4800万像素的照片，看一看不同位置的细节差别应该说差别还是很明显的不过呢，因为体验时间并不多，现场呢只简单拍摄了几张照片，但是已经可以足够感受到这次 iPhone 14 Pro Max 的强劲拍摄能力。很期待下一个视频我们拿到零售版 iPhone 的时候拍照的体验。你希望看到它和谁去做拍照对比呢？欢迎留言，我们下一个视频为你呈现。当然了，这项功能呢更多的是为专业摄影师来服务的，它的格式呢是 DNG 格式，里面可以蕴藏更多的颜色光线信息。这里又有一个小问题了，你猜这张4800万像素的 RAW 格式照片，它的体积是多大呢？稍后我们公布答案。最后是很多同学关心了，这次 iPhone 14 Pro 系列应该买多大的容量呢？我的建议非常简单，如果你日常只玩一玩小游戏或者是打电话微信为主，那么可以选择小容量的。但如果你平时会拍照片视频，做一些内容创作，至少应该是256或者512以上才好。因为呢，我们刚才拍摄的这一张4800万像素的 RAW 格式的照片，它的真实体积为67兆，这只是一张照片哦。好了 ，Pro 部分呢，我们就体验到这里了，印象还是很深刻的机身质感不用多说，一贯的苹果高水准。我最关心的2个升级点，灵动岛和4800万像素，现场体验下来呢，也都非常成熟。这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产品上市之后的真机体验。来吧，同学们，满分100分，对于这一次 iPhone 14 Pro 系列，你打几分呢？好了，那前面看完了旗舰级别的 iPhone 14 Pro 系列，下面一起看一看同样话题不断、讨论很多的 iPhone 14和 iPhone 14 Plus。首先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这次的颜色所有的颜色摆放在这里，你能明显感觉到和前2代 iPhone 12、iPhone 13相比有着巨大的不同，颜色调的明显更加清新淡雅。我们之前看到 iPhone 13上面那种特别浓烈的饱和度的蓝色，这次是完全没有的。每一个颜色这次看起来都是特别的讨喜。首先呢，就是全新的蓝色，相比较上一版蓝色这怎么样？改变的可不是一点半点。甚至有那种青花瓷、陶瓷的感觉。真机看起来呢，质感很出色。那我个人觉得这应该会是今年 iPhone 14系列的绝对爆款颜色。同样的，还有紫色一样是淡雅不浓烈，这又是一个男生女生都会很喜欢的配色。那至于经典的黑白2色就不再赘述了，不会出错当然，这里所谓的白色其实是星光色，在光线照耀下呢，边缘会有一些不少的细节吧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经典的红色，但是呢，这一次的红色是这种浅一点的偏红的品红色，而不是之前 iPhone 13的那种偏暗红色的感觉。这次的 iPhone 14呢，是这种活泼的红色的感觉。好了，摆在这里的1、2、3、4 5种配色，你更喜欢哪一个颜色呢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我预测的话，肯定是淡蓝色和淡紫色这2种全新的配色会受到更多人的喜欢。看完配色，看一看手感，怎么说呢？和我们拿在手里的 iPhone 13系列感觉它就完全没差别
这么说好像有点尴尬，但是确实是非常熟悉的感觉。虽然还不知道它的重量，但是呢，我感觉啊，仍旧是和 iPhone 13差不多，在170克左右。要知道，在现在的2022年，这绝对算是轻薄小巧的存在。拿在手里确实是很轻盈可爱。那接下来我们把 iPhone 14和 iPhone 14 Plus 一起摆放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它们尺寸上的差别。看着好像差别不大啊，但是呢，如果拿在手里的话，差别还是挺明显的。像我自己的话呢，如果使用 iPhone 14 Plus 机型，它单手操作还是稍稍有点费力。至于手感方面啊，iPhone 14 Plus 机型给人的感觉就是又大又轻。当然它们的颜色是完全一致的啊，你可以这么想象一下，在厚度不变的情况下，屏幕增大了不少啊，整个机身呢就会感觉明显的更轻盈一点。而相比较于尺寸差不多的 iPhone 14 Pro Max 啊，顶尖的旗舰机型，如果看手感的话，我肯定是更喜欢 iPhone 14 Plus， 因为它的压力真的小很多。至于 iPhone 14系列机身的质感方面，你就不用担心了啊。虽然之前网上有一些吐槽，但那都是说配置变化不大。在机身质感方面呢，苹果始终是业界最强的。再加上今年清新淡雅的颜色啊，拿在手里边其实是充满高级感的，这一点没有任何的疑问。而且呢，从之前外媒的信息来看啊，今年的 iPhone 呢还增加了内存，这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升级。只不过呢，我们从外边看不到而已。回顾过去那些年大内存的 iPhone 机型能够使用的年限更长的，那显然就是它的内存更大的。如果看到这里你还在纠结是买 iPhone 14呢，还是买之前的 iPhone 13，我觉得答案很简单。首先看你是否喜欢清新淡雅的颜色，然后呢就是你是否需要大内存以获取更长的使用年限。毕竟啊，这两个版本之间差了600块钱，你觉得是不是值得呢？最后呢，如果你是有车的用户啊，今年的 iPhone 14还带来了新的高精度传感器，有新的车祸检测功能。来吧，看一下同学们，平常你开车的同学打个1，不开车的同学打一个2，看一看大家的情况。好了，那咱们现场就看完了 iPhone 14全系列啊，不知道你的印象怎么样？我自己看实机的话呢，觉得它的颜色调教方面确实相比较于上一代啊，特别是相对于12代的时候提升了可不是一点半点。这种偏素的颜色确实拿起来还是挺清新的啊，而且是男女通吃，谁戴呢都不会有违和的感觉，拿着挺好看的。别忘了在我们的动态呢还有一台 iPhone 14正在抽奖啊，赶紧参加一下。那我是南岩，这里是科技美学，咱们实机啊到货之后详细测试，下一个视频再见。哎呀，我今天跑了好几个线下店，因为我们在线上买的那个颜色呀，就是想要那个颜色，它没有办法第一批送到。然后我去线下几个店，就是我们本地的几个店去看一看，想看看有没有说能在9月16号当天买到紫色版本的 iPhone 14 Pro Max。然后问了几家店呢，都是说现在呢，确定不了。然后我说我交点定金，对吧？哪怕说咱买点什么手机壳啦、手机绳啦，对吧？我多买几根，他说也定不了，只能是说9月16号当天我们拿到这个产品之后，然后他给我发价格，我说大概得加多少钱？他说这个不好透露，你当天来联系我。你说我问了1、2家店也就那么地了，我问了大概得有3、4家店，整个那条商业街上几乎我都问遍了，基本上都是这口径。所以看起来今年几乎所有人都盯着这个 iPhone 14的 Pro 系列。哎呀，大家猜一猜吧，你们觉得首批如果想买到 iPhone 14 Pro Max 紫色版本的话，你估计这个多少钱？可以，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哎，我自己是有点忐忑呀，因为过去那些年我们经常有这种情况啊，就是在线买不到的时候，然后又要第一批拿到产品做视频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就只能是去求助那些善良的黄牛哥哥。